这个就是图坦卡蒙了。破除法老诅咒的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。说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是被切成段拿出来的，比如说他既嫁给了自己的哥哥，又嫁给了自己的祖父。这里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——图坦卡蒙的陵墓了。这里是整个帝王谷当中最小、最简陋的，也是所有陵墓当中最出名、最多宝藏的一个陵墓。图坦卡蒙他是9岁的时候登基，19岁的时候就离奇死亡了。因为他死得太仓促了，所以他的陵墓也建造得特别的仓促。图坦卡蒙这个墓啊，它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它是帝王谷里面唯一一个把法老的木乃伊还放在里面的陵墓，而且呢，它是唯一一个那么小的陵墓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，因为它太小了，而且呢，它被藏在了一个工棚下面，所以呢就没有被发现。就是因为太隐蔽了，对，非常隐蔽。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其他的法老的陵墓。挡着它呢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对，被掩埋在下面了。对，那我们就进去咯。好，图坦卡蒙这个陵墓的匾有点不一样，他没写 KV62，对，他写了 Number 62，有点不一样呢。看着很有年头了这块板子。对，这外边放的是一些陵墓的简介，原本是有这些很大的石棺在里边的。OK， 都打洞了。现在我们走进的就是图坦卡蒙的陵墓呢，这两边一无所有，空寥寥的，什么都没有画，也没有雕刻。这里面怎么会是这样的？这也太朴素了吧，啥都没有，跟其他的墓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我们看了最精美的塞提一世的墓之后，对呀，相比这个就很简陋了，真的特别的简陋，而且整个陵墓特别小，走到下面这里就看得到所有的东西了，就没有其他了。然后旁边这里，对，这个就是图坦卡蒙了。天哪！因为太脆弱了，所以没有运送到开罗的博物馆放着。而且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是经过暴力破解的，就是因为它跟那个棺木粘合的特别紧。他们做成木乃伊的时候是要放很多的树枝，所以做成木乃伊之后，它就跟那个棺木紧紧的粘合在一起。它外层是套了7层棺木，220斤的纯黄金打造的，粘合在一起。所以说卡特只能够暴力破解，把它切成段。说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是被切成段拿出来的。他们为什么要保持法老的木乃伊呢？是因为古埃及人相信，只有保存着生前的形象，然后在死后才可以按照原来的肉体去复活的，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他们都把每一个法老都做成木乃伊的形状，保持在这个地下宫殿里边。他们说他的腿部有骨折，并且脑部后边有一个洞，所以他们猜测是被人谋杀谋害的图坦卡蒙。但还不确定具体是不是这样子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腿部的骨折感染而离世的。反正他的死亡特别的离奇，没有人知道是。19岁哦。对，19岁就死掉了。有人猜测是有人谋权篡位，就是那个宰相阿姨。我们过来这里看一下，看这是唯一的壁画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就是图坦卡蒙的墓了。然后这个壁画特别的少，而且不是雕刻的，是画上去的。就是因为整个墓室建设的特别的匆忙仓促，以至于壁画都没有干，都把它给封起来了。所以你看，1000年的霉菌还留在这，黑色点点的都是霉菌。他们不会是因为吸入了这个1000年霉菌，所以才嘎的吧？有可能哎，有这个可能。也许法老的诅咒就是因为这些霉菌导致他们离奇死亡。那我有个问题哦，那他这个壁画这么少，他能完成复活仪式吗？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壁画的多少，而在于壁画的关键的内容在不在。关键针还留在这儿。对，比如说我们扫描二维码，二维码如果4个角还在，中间的一部分缺失了是没有问题的，扫码还是扫得到的。所以关键的内容在，它就能完成转生。你看，它这个壁画内容还画着他宰相阿姨给他做开口仪式，开口仪式前面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。开口之后，他的灵魂才可以吃东西、呼吸空气。然后那个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灵魂卡，还有他的木乃伊。哎，小狒狒，小狒狒，小狒狒，对，这个小狒狒代表的是法老经过冥界的12个时辰，他坐着太阳船要渡过冥界。然后这就是12只小狒狒，所以所有的壁画都是画出来的，不是刻上去的，跟我们之前看的是完全不一样。画上去就简单很多，对吧？当时图坦卡蒙的黄金棺就放在这里边，里面套了7层黄金棺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最外头那层大的棺，对吧？对。然后那个就是放了所有的宝藏的一个小小的
边防，因为图坦卡蒙他没有子嗣，所以他匆忙死了之后，就是那个宰相阿姨继承了他的法老的位置了。然后这个宰相阿姨她还娶了图坦卡蒙的遗孀，也就是图坦卡蒙的妹妹。我觉得图坦卡蒙的妻子还是蛮惨的，就她嫁给这个宰相阿姨之后，这个宰相阿姨是她的祖父，也就是她既嫁给了自己的哥哥，又嫁给了自己的祖父。这不乱伦了吗？对啊，古埃及的那些公主都不外嫁的，全部都是内配偶的婚姻。图坦卡蒙他其实在这里还有2个小孩的，他的2个小孩的木乃伊。啊，所以跟他们近亲结婚有关系了。对，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狒狒他们是把它做到了各种纪念品上边。对，各种文创。我们2个在这拍着拍着，然后突然一转头，发现那边还有一群干尸，实在是有点吓人。会不会我们说着说着，它跳起来给我们一个 surprise？ 主要是刚刚人明明很多，咱俩一进来没人了。对啊，我们一进来1个人都没有。从一点就能看出来，它这个建的有多仓促。它所有的壁画都画得巨大，就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要把这个仪式画完。对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咱们看的那些那么精细的，一小条一小条讲述那个故事、亡灵书之类的。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宰相阿姨的墓，里面的壁画就是一样的，也是12只狒狒，然后也是开口仪式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壁画，所以他们猜测原来是留给宰相阿姨的。只是图坦卡蒙死得太仓促了，所以才留给图坦卡蒙。原本这2边都应该是有亡灵书和来世之书的，结果空空如也。这个墓被发现的其实是那个考古学家，就那个凯特，他的12岁的小男仆，他可能是在这玩的时候吧，然后他发现有一个阶梯，结果考古队一挖，发现那个阶梯就是通往这个图坦卡蒙的墓，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重大发现，就赶快把那个挖开。所以那个小男孩才是发现图坦卡蒙墓的人。对。那根据法老的诅咒，他们所有人都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唯独是这个小男孩没有。所以说，破除法老诅咒的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。天哪！他可真幸运。我们走在这个帝王谷里的时候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图坦卡蒙的墓不会被发现，是因为这像荒漠一样的地方全都是一样的山，你怎么能知道它哪个下面才有一个墓室啊？对，因为整一片山谷特别大，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。对啊，对，尤其是像图坦卡蒙它的那么小，不易于大海捞针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不敢想象，要是秦始皇陵能够挖掘的话，该是多么的宏伟和壮观。期待能够看得到秦始皇陵挖掘的那一天。参观完图坦卡蒙的墓之后，我觉得古埃及人他们真的在他们的生死观里面向死而生，视死而生，就把死亡看得比再生的时候还要重要。所以他们会在陵墓的壁画里面画上特别多关于来世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相信很快他们就会重生了。在中国有类似的这种生死观吗？也有吧，我们那些古代的王侯将相不也是把陵墓修得很大吗？但是他们生前的陵墓也是非常的宏伟啊，所以跟埃及人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埃及人生前的比较简陋，对，比较简陋，但死后呢就很重要。